一个人在最迷茫的时候，最理智的做法是一定不要去刷短视频，拒绝自己所有的无效社交啊，也不要去做那些所谓的杂工啊，或者说进厂打螺丝，更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！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说啊，大家伙都挺难的啊，工作不顺，爱情迷茫，兜里呢比脸都还干净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说啊你还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你自己最倒霉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像一辆车在沙漠里迷了路一样啊，油快耗尽了，各位。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做一脚油门踩下去，然后瞎开出去去碰碰运气啊，那样呢只会让你自己死的会更快的，而是先停下来看看地图，然后呢去找找方向，下车呢检查检查车子啊，你缺的不是那点快钱，你记住，你缺的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和你的一个方法，这两样如果说你换来了，那么这个钱呢也就自然就会往你这边来了。在你没整明白这个事情之前，各位尤其是一定要小心这4大坑啊！如果说你踩到了一个，会让你掉一层皮都不止的哈。第一个，没钱的时候天天去琢磨什么真爱，就比方说你自己吃饭的时候啊，都吃不上那个什么好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是呢却给你的对象买了一款新款iPhone 手机，对不对？你指望他能够陪你同甘共苦吗？结果往往是走到最后人财两空，对吧？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情圣啊，先谋生再谋爱，自己强大了才会出现你想出现生活中的那个人。第二个，执行力几乎为零，天天想着发财做梦啊，你天天躺在床上啊，然后买了一个彩票，刮完之后呢，就把自己后面的生活规划的是明明白白的，但是让你去研究一个副业，搞点赚钱的路子，学个技能，你不是嫌累就是嫌麻烦，对吧？梦做的再美也得下床去实现，各位。那第三点呢，书没读几本，想法呢却一个比一个多，对吧？你感觉你自己看了2篇网上的文章，就觉得自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是不是觉得读书无用，老师说的都是骗人的啊？用你自己这种局限的认知去思考这个无限的世界啊，这就是一个笑话，结论本身就是错的。你得先往你的脑子里装点货，装点东西，思考呢才会更加有质量。第四个，经济不独立啊，什么意思？天天嚷着自己要自由要自由，对吧？结果呢住的房呢是父母的，花着父母的钱，还却嫌他们管你管得多，对吧？没有自由啊，但是呢，想要真正的自由，是翅膀硬了之后自己学会了飞翔，不是躺在被窝里还嫌自己的窝比较小，吃的不好。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哈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各位，找地图定方向。你现在的心是乱的，干啥都白搭，财不进急门，找一个角落啊，问问自己，我咋就自己混成了这副德行了呢？对吧？你别硬想，或者说去找一本书看一看啊，你不用看完从头到尾，但是呢，你要去翻一翻那些成功人生翻盘的人，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做的。重点不是让你看完，也不是让你背下来这些理论，你是琢磨琢磨这个道理能不能用在你自己身上，或者说你自己该怎么用才能够翻盘。这就比方说你想要去一个地方，你不知道这个路啊，你不应该是马上乱跑，而是先打开你的手机地图啊，或者说看一看书，看看别人是怎么走到那里的，规划好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，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把你这个破车修一修啊，对吧？人一倒霉呢，他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就是破罐子破摔嘛，对吧？然后最容易什么熬夜、暴饮暴食、酗酒、邋里邋遢的，是不是？出门都不爱刮胡子，对吧？好习惯是你自己翻盘的一个本钱，各位一定要记住。从今天起，各位逼自己一把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活得像个人样啊！每天坚持做一件小事，千万别小看这件小事，能坚持下来就成了大事。比如说，每天下楼慢慢跑步20分钟，看10页书，哪怕10页，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就像那块没有油的汽车一样，你天天去糟蹋它，那肯定趴窝啊，对吧？那你每天给它加好油，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睡觉，对吧？做个保养啊，慢慢的去跑步或者说读书，它才能够就是让你重新上路。各位，
当你真的就是管住自己，每天去跑上20分钟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你也能管住自己的人生了啊，练了一个真的本事，给自己的车呢装上了一个新的发动机啊，找到能让你一个赚钱或者说一个内心平静的一个技能，别总想着一步登天，没有这么掉馅饼的事哈。掉了馅饼也只是一个坑，各位啊！如果说你还不如自己想一想，你的特长是什么，对吧？很多人说我没有，那我教你个方法啊！想一想有没有哪件事你身边有的人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学会，但是你看了一下就比他们学得强。你包括我以前我也没玩抖音，我也没做过自媒体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就挺能讲出大家想听的东西来，对吧？大家爱看啥我就发啥啊，我就写文案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每一条视频跑的数据还不错啊。有人可能说这是你的运气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是赶了一个互联网的尾声啊，对吧？我感觉这就是我的天赋和我的特长呀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想一想啊，你是不是特别会安慰人？你是不是可以学心理学，对吧？你写东西呢，是不是条理清楚啊？是不是可以试一试投稿之类的？你打游戏打得特别好，那么就可以做个教程啊，做个陪玩，做个代练等等的。网上免费的教程一大堆，各位选择自己的一个方向，边学边做。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学习试错的过程拍成短视频，或者说写成文章发在互联网上，这样呢不仅能逼自己进步一把，还能吸引到看好你的贵人啊，能懂吗？坚持1-2个月，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要么你的心态变稳了啊，不再焦虑了；要么你就是本事变强了，能赚点小钱了。最不济，起码你试过了吧，比没试过的人要强很多吧。这条路如果说实在不适合自己的，死心了，那么回头找一个普通的工作也能够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去干呢，总比你现在一边躺着一边焦虑要强得多吧。当你每天呢，对吧，都在进步的时候，每天呢都能够感觉自己在努力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空焦虑了，各位，也不会再看着别人就是进步而自己在原地干着急了迷茫时别乱动，静下来找方向，养习惯，练就一身真本事啊！把这几点做好了以后，你的人生呢就像一辆车一样啊，能够加满油，修好故障，对吧？装上更有强力的发动机，重新上到了快速道上。那么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哈，对各位有点帮助。